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，从列御寇之棋看人生选择，在险与隐间寻平衡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生活中偶然收获了超乎寻常的关注，内心却隐隐感到不安。这种微妙的心境，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，列御寇就经历过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庄子列御寇中列御寇之棋的故事，一起从古人的智慧中探寻人生的真谛。列御寇也就是列子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，在老子和庄子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不愿踏入官场，一心只想潜心做学问。在庄子的诸多寓言里，列子大多以正面形象登场，比如逍遥游中御风而行，凛然善也，描述的便是贴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，社会处于政治大分裂时期，却也是文化的井喷阶段。尖锐的社会矛盾促使无数有识之士思索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，于是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等诸多学派纷纷涌现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。当时的士人阶层为了推广自家学说，纷纷周游列国讲学列子，前往齐国，大概率也是参与这类学术交流活动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列子在去齐国的半路上竟折返了。在归家途中，他遇到了伯昏茂人。伯昏茂人是春秋时期的一位贤明隐士，经常在经典中出现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他就像是为引出列子思想而特意设置的角色。伯昏茂人看到中途折返的列子，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列子坦言自己被一件事吓到了。什么事呢？列子说，他曾到10家卖米浆的铺子喝粥，其中有5家一见到他，不仅迅速端上粥，还不收钱。换做一般人，肯定会暗自高兴，觉得自己人缘好，享受了特殊待遇。但列子却忧心忡忡，开始自我反省。列子认为，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若无法排解，就会在外表上有所显现。有些人的野心或志向，旁人一眼就能看穿，因而得到他人的高看。可列子却把这视为心病，他觉得自己的气势镇住了别人，让别人对他的尊重超过了对老年人，这会给自己招来灾祸。列子虽是著名思想家，却为人低调，安贫乐道，所以每当店主对他毕恭毕敬时，他的危机感便油然而生。连卖米浆这种没什么图谋的人都对我另眼相看，更何况被国士累得疲惫不堪的国君呢？国君一定会交给我重任，让我为他建功立业。这下大家明白了，列子是害怕被齐国国君看中并委以重任，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，所以才半路折返。别人梦寐以求的功名利禄，在列子眼中如同洪水猛兽，这份淡泊名利的心境实在令人钦佩。然而伯昏茂人却不这么认为，他对列子说：“你的分析很到位，但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我敢说，人们肯定还会追捧你，你很难清闲下来。”这就体现了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的道理。列子以为只要自己不凑热闹，就能保持灵魂的清静。可伯昏茂人一眼就看穿，列子难以达到理想中的境界，因为他掩盖不了自身的锋芒。只要才华还在显露，拜访他的人就会源源不断，他想要的清静也就难以实现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也常常会出现类似的情况。很多时候，旁观者能更清晰地看清我们的处境，而身处其中的我们却很难对自身环境做出客观的判断。那么，伯昏茂人的预测准确吗？列子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吗？两人交谈后各自回家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伯昏茂人前去探望列子，他看到列子家门口摆满了来访者的鞋子，便知道列子家中来了不少客人。他拄着拐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沉思片刻后转身准备离开。列子的宾客接待人员看到伯昏茂人要走，赶紧通报给列子。列子得知后顾不上穿鞋，光着脚就追了出去，大声喊道：“您来都来了，不给我留下几句教诲就走吗？”伯昏茂人说：“算了吧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人们会追捧你，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始终无法阻止人们追捧你，你太爱外露了，即便想低调也做不到，而且你身边的人不会提醒你，他们只会花言巧语的恭维你，你若认识不到这一点，又怎能提高自己的觉悟呢？”这番话毫不留情，却也发人深省。忠言往往逆耳，一味说好听话的人并非真贤人，而总是听好话的人也很难认识到自身的不足。故事结尾，庄子借伯昏茂人之口道出了一个世间真谛：巧者劳而知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饭若不济之舟，虚而遨游者也。有技能的人会受累，有智慧的人会担忧，而没本事的人没什么追求，活得最为自在。
就像一艘没有缰绳束缚的帆船，在生活的海洋里自由飘荡。这里所说的无能者无所求，并非指没有本事就没有追求，而是揭示了一个道理：一个人若想过超然物外的生活，就不应在人前过于显露自己，吸引他人目光。这种境界与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的和光同尘不谋而合，即不露锋芒，与世无争，或许是博欢冒人的话起了作用。后来列子隐居郑国40年，创作了20部著作，100余篇寓言故事，共计10万多字，却很少留下奇闻异事，真正做到了低调至极。有人可能会问，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为了实现理想抱负，难道不应该全面展示自己的价值吗？这其实涉及到人生选择的问题。如果你将功成名就作为人生目标，那自然要努力追求，但同时你也得承受其中的劳累烦恼以及失败的风险。无能者无所求，犯若不济之舟，则给出了另一种人生选择：减少欲望，避免陷入得失心的陷阱，顺其自然，安之若命。毕竟过多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，人生短暂，何必背负太多企图？不妨看开看淡，将自己当做一个无能的人，一条不被拴住的船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或许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自在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以更从容的姿态前行。而这也正是列御寇之奇的故事跨越千年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列御寇之奇的故事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它如同一个指引，照亮我们在显与隐之间徘徊的心灵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才华横溢之人，他们凭借自身的能力，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。有的年轻人在互联网行业创业，凭借创新的理念和果敢的行动，迅速积累财富与名声；有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然而，这些耀眼的成就背后，也隐藏着诸多压力与烦恼。就像列子担忧的那样，过多的关注有时会成为一种负担。创业者可能因要维持企业的高增长，日夜奔波，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；学者可能因要保持领先地位，陷入无尽的学术竞争中，失去了探索知识的纯粹乐趣。相反，也有一些人选择在喧嚣的世界中保持低调，默默耕耘。他们如同深巷中的美酒，虽不张扬，却散发着独特的芬芳。有这样一群手工艺人，他们坚守传统技艺，远离商业的炒作，只为传承那份古老的匠心。他们没有巨额的财富，也没有广泛的知名度，但他们内心充实，享受着创作带来的满足感。在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无能者无所求，犯若不济之舟的悠然自得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在闲与隐之间找到平衡呢？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，而是需要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和价值观去权衡。对于那些有着强烈的事业心，渴望改变世界的人来说，勇敢地展现自己的才华，追求卓越，无疑是正确的选择。但在追求的过程中，也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避免被名利冲昏了头脑。而对于那些更注重内心平静、追求精神富足的人来说，适度的隐藏自己，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物，或许能让他们更加幸福。回到列子的故事，他最终选择了隐居，在创作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。这启示我们，无论选择险还是隐，最重要的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感到迷茫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回顾一下列子的经历，从他的智慧中汲取力量，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抉择时更加从容不迫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愿我们都能像列子一样，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港湾，在险与隐之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当我们回首往事时，能够毫无遗憾地说，我们的人生既绽放过光芒，也享受过宁静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